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139县道，这条从彰化深港延伸至南头鹿谷的古老山道，长久以来便是人们口中的禁忌之地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浓雾弥漫，静谧的道路旁便会隐约透出一丝无法言说的阴森气息。曾经在这条路上发生过不少的车祸事故，但有些人坚信这些事故并非偶然，或许某种无法见的力量在这个地方潜伏了许久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李伟是个年轻的摄影师，最近在寻找一些特别的摄影题材。他的目标是那些被时间遗忘的道路，被岁月吞噬的故事。听闻139县道这条古老的路在雾气和夜晚的交织中别具魅力，李伟决定独自一人前往拍摄，挑战这条被传说环绕的道路。他的相机背包里装着最新的设备，心中也满是兴奋和挑战的欲望。尽管他听过这条路上关于白衣女子的故事，但他始终以为那只是民间传说，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。然而随着他驶入这条路，一切似乎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。车灯穿透浓雾，前方的视野渐渐变得模糊不清，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氛围，仿佛一切都被笼罩在一层厚厚的迷雾里。外界的一切声音似乎也被压缩成一片沉寂。这路还真是让人不舒服，李伟喃喃自语。车内的温度也在不知不觉间降了几度，令他不禁拉紧了外套的领口。他打开了车窗，迎面而来的冷风夹带着湿气拂过脸庞。此时车内播放着他喜欢的轻音乐，原本安静的氛围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感打破。随着车子的缓慢行驶，他的目光在四周游历，脑海中不由得浮现起那些他曾听说的故事，关于白衣女子的幽魂，关于那条路上无法解开的谜团。他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试图打破自己内心的紧张感。这不过是些无聊的传说罢了，根本不可能。话音未落，突然车前的远处似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雾中。李伟的心猛地一跳，脚不自觉地踩住了刹车，车子停了下来。头灯投射出一道强烈的光芒，照亮了那片迷雾，照亮了站在路边的人影。他眯起眼睛，试图看清那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那是一个女人，穿着一件洁白的长裙，站在路旁，微微低着头，仿佛在沉思。李伟的心跳加速，这个地方空无一人，难道是……他下意识地紧握方向盘，心头却升起一股不安的感觉。那位白衣女子没有任何动作，仿佛已融入这片深沉的雾气中。他轻轻地摇下车窗，脑中飞速运转，这不会是传说中的白衣女子吧？心中升起的疑问令他无法忽视这突如其来的情景。微风掠过，白衣女子的裙摆轻轻飘动，随风起舞。李伟的目光被她吸引，似乎连时间都为之一静。喂，李伟喃喃道，声音在车内回响。你需要帮忙吗？他的声音不大，甚至带着一丝不确定，但白衣女子没有任何回应，她依旧站在那里，保持着那种不动的姿势。李伟感到一种奇怪的压迫感，仿佛这位女子并不是出现在这个现实中，而是某种被时间遗忘的存在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试图启动引擎，但这时突然，你不该来。一个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了车窗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。李伟浑身一震，猛地转头望向车窗外，心中升起一股不明的寒意。那声音，他确定他没有听错，白衣女子的身影依旧伫立在路旁，但那道声音已经彻底颠覆了他内心的理智。心跳的声音在耳边轰鸣，仿佛连空气都被这一声低语所改变。你不该来。这句话似乎在他耳畔不停回荡。他猛地踩下油门，车子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冲了出去，路面在眼前快速后退，但那声音依然在耳边挥之不去，像一道看不见的阴影缠绕着他。李伟踩下油门，车子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行驶，视线所及之处依旧是浓雾环绕的山路。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心脏跳动得异常剧烈。尽管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幻觉，或许只是风声和树木的摆动带来的错觉，但那低语声依然萦绕在他耳边，让他无法摆脱。他猛地握住方向盘，试图集中精神。他不断地提醒自己，
冷静，一切都还好。他转动着手中的方向盘，车轮划过湿滑的路面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车窗外突然一闪而过一道光亮，李伟心头一紧。车灯照亮的地方，似乎有东西在一闪而过，是动物，还是他下意识地向右侧看去？但车旁空无一物，他又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感觉自己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点。可不知为何，那种不安的感觉并没有随着车速的加快而消散，反而愈发明显。正当他深吸一口气，想要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前方的路口出现了一个弯道，李伟迅速踩下刹车，减速行驶。这条路弯多，车速稍快便会失控。李伟的驾驶经验让他保持了警觉，但那种不断扩大的不安感却在不知不觉中紧紧压迫着他的胸口。他打开车窗，试图让新鲜空气带走些许焦虑感，却发现外面的空气似乎比车内还要寒冷。夜晚的寒气仿佛带着一丝来自远古的压迫。突然，车头前方一阵轻微的风铃声飘然而至，李伟的耳朵里似乎清晰地听到了一阵悠扬的风铃声，声音温柔而飘渺，却又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神秘感。风铃声，李伟的声音低低响起。他停下了车，回头望向四周，周围的树林一片静默，根本没有任何风的迹象。他略显紧张地抬头看了看后视镜中的景象，却令他震惊。在车窗的倒影中，他看到竟然又出现了那位白衣女子，站在车后不远处，依旧静静地注视着他。她的面庞模糊，表情无法看清，只能看见那飘动的白色长裙和若隐若现的长发。她站在雾气中，像是一尊静默的雕像。李伟的心跳再次加速，脑中迅速闪过刚才那句让他毛骨悚然的话：你不该来。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，猛地转过头想要继续行驶，却突然发现车子无法启动了。他低头看了看仪表盘，发动机仍在正常运转，但车子就是没有反应。李伟愣住了，眉头紧锁，心里满是疑惑和恐慌。该死，怎么会？他试图再三打火，但车内的一切都毫无反应。这怎么可能？李伟紧咬着牙推开车门，准备下车检查发动机。就在他刚刚伸出手的一瞬间，那低语声再次响起：你不该停下。这一次声音比之前更加清晰，仿佛是从车外的黑暗中传来，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直接刺进了李伟的脑海。李伟愣住了，身体在瞬间僵硬，他的手悬停在空中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住。他盯着前方的道路，那位白衣女子依然站在那里，不动如山。只是这一次，她的眼神不再模糊，仿佛在注视着李伟的内心。李伟的脑海里一片混乱，几乎无法做出反应。他的身体渐渐开始发抖，耳边的风铃声再次响起，清脆悠扬，却也带着无法言喻的催命般的韵律。你不该来。声音越来越响亮，仿佛成千上万的低语交织在一起。就在李伟的视线模糊时，他突然间有了一个冲动，想要转身逃离，但是车门怎么也关不上。无论他如何用力推拉，车门依然紧紧卡住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死死束缚住一样。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，但无论如何，手机始终处于无信号的状态。空气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压力压得更紧了。李伟感觉自己喘不过气来，周围的雾气似乎更加浓烈，仿佛他们正在渐渐吞噬他的一切。突然，车子猛地震动了一下，李伟从恐惧的迷雾中猛地清醒过来，迅速转身看向车后那位白衣女子，已经不见了。一切静止，仿佛时间都停止了。李伟的心脏仍在剧烈跳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他死死握住方向盘，眼神扫过四周，寻求着什么合理的解释，但周围依旧是那片厚重的迷雾，仿佛将一切掩埋其中。他不再敢停下，脚下的油门像被驱使着一样，猛然加速，车轮在湿滑的道路上发出尖锐的呀呀声。只是错觉，只是错觉。李伟强迫自己安静下来，但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车内显得如此脆弱，那种压迫感依然在他胸口盘旋，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时刻准备将他吞噬。随着车速的加快，四周的雾气似乎越发浓密了，远处的路灯忽明忽暗，
像是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。李伟强迫自己不要回头，他的目光紧盯着前方的道路，只是那条弯曲的山道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然而，在他继续前进的过程中，那种诡异的感觉并没有消失，反而愈加强烈。车内的温度忽然剧烈下降，李伟甚至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息变成了白色的雾霭。他抬起手，轻轻触碰车窗，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触感。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他熟悉的景象，而是一个扭曲、陌生、充满不安的空间。他的视线再次扫过后视镜，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心猛地一跳，几乎无法再呼吸。白衣女子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镜中，她站在不远处的路旁，静静地注视着他，眼神如深渊般空洞。李伟的血液似乎瞬间凝固，他甚至感到自己被某种目光深深吸引，无法自拔。她依旧穿着那袭洁白的长裙，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她的身影模糊而不清，但那深邃的目光却如同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了李伟的心脏。停下！那道低沉而悠远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声音比之前更具穿透力，仿佛是从四面八方传来，直接进入了李伟的脑海。李伟猛地一惊，迅速把视线从后视镜移开，拼命地将车速提高，心跳不断加速，眼前的一切变得越发模糊不清。车窗外的白雾像是浓墨一样吞噬着他的视野，四周仿佛被无尽的黑暗包围。他没有再敢回头看，但那个声音却始终回响在脑海里，令人无法摆脱。停下！你不该来！这一声低语近乎在李伟的耳边炸响，那声音不再是从车外传来的，而是从他自己的脑海中，像一颗重重的石头砸在了他逐渐混乱的思维上。停下！李伟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，手指紧紧握住方向盘，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，身体逐渐不受控制。突然，他的右脚猛地踩下了刹车，车子发出刺耳的刹车声，在路面上滑行，猛然停了下来。他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做了什么，他居然停下了车，那是他完全不自愿的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强迫他这么做。李伟的脑袋一片空白，意识逐渐模糊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浅薄，头痛欲裂。那种低语声仿佛成了他心灵深处的诅咒，不断重复着：停下！他强迫自己睁开眼，想要摆脱这一切，但眼前的视线依旧是一片迷雾，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，像是被吞噬了。他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，它响亮而急促，几乎要把他的思维吞噬掉。他慢慢地转过头，望向车外，白衣女子已经不见了，但他心中不安的感觉并没有因此消失，反而愈发浓烈。那种空洞的目光依旧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中，仿佛要将他永远困在这个无尽的循环里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。就在他准备重新发动引擎时，车内的广播突然叮地响了一声，打破了这片死寂。李伟，你还没有找到他的真相。广播里传来一个清晰而陌生的声音，直接穿透了李伟的内心。那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量。李伟猛地抬头，双手微微颤抖，他看向车内的设备，发现广播并没有打开，车内没有任何声音源。那声音究竟从哪里传来的？李伟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，他感到自己被困在了这座小屋里，无法动弹。窗外的雾气正在迅速侵入，小屋的窗子剧烈晃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快速旋转。空气中的冷意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，他的每一寸肌肤都在颤抖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紧紧扼住他的喉咙。他迅速跑到窗边，试图将窗户关上，但窗子似乎被某种力量牢牢卡住，怎么也关不上。窗外的雾气不再是轻盈的，而是凝结成一种厚重的雾霾，像无数细小的手指缓缓伸向他，撕扯着空气中的每一丝气流。这不可能！李伟喃喃自语，双手紧握住窗框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此时，房间的另一端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咯吱声，他的目光猛然转向那扇从刚才开始一直关闭着的木柜。木柜的门开始微微晃动，似乎有某种力量在其中挣扎。李伟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，他的心脏再次急剧跳动，
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。他知道，刚才他曾放回去的照片和戒指就在那个柜子里。他的腿开始发软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退缩了。这个谜团已经深深吸引了他，如果不击开它，他可能永远都无法摆脱这份阴影。深吸一口气，李伟决定走向木柜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入深渊。空气似乎被凝固，脚步声回荡在整个屋子里。李伟靠近木柜的瞬间，柜门猛然弹开，那一刻，房间里的温度似乎急剧下降。李伟的每一根神经都紧绷得无法忍受。柜中空无一物，只剩下一张泛黄的照片，安静地躺在柜底。李伟深吸一口气，低下头，看向那张照片。这一次，他看到的不再是那位白衣女子，而是他自己。照片中的李伟正站在这座小屋前，眼神空洞，似乎与现实中的他并无太大区别。照片的背面依然写着1997年7月15日。李伟的手开始颤抖，心脏骤然停滞，仿佛一切都在这一刻凝固。这不可能，他低声呢喃，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就在他试图反应过来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清晰的脚步声。那脚步声缓慢而有节奏，随着声音的接近，李伟的心跳逐渐加速。那声音从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，仿佛一个无形的影子正悄悄接近他。李伟迅速回头，眼睛死死盯住门口。门微微开着，外面是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可是那声音却越来越近，仿佛正在朝他逼近。是谁？李伟大声喊道，声音颤抖得无法控制。没有回应，只有那不断接近的脚步声。他转身逃向门口，双手推开门，眼前却是一片厚重的雾气，几乎没有任何视线。脚下的路变得模糊不清，仿佛他在一个无尽的迷宫中徘徊。李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他开始奔跑，但无论他如何加速，那脚步声始终在他背后紧随其后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存在牵引着。就在他心生绝望，准备回头迎接未知的恐怖时，突然，你终于找到了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不再是低语，而是清晰的，带着一丝悲凉和不甘的口吻。李伟猛地回头，目光瞬间与那位白衣女子对视。她静静地站在雾霾中，微微低头，眼神空洞无神，脸上浮现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与哀伤。你是谁？李伟的声音颤抖，他感到自己无法控制身体的反应，仿佛全身的力量都在一瞬间被抽离。女子没有回答，静静地走向他，她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李伟的心脏上，令他几乎无法承受那种沉重的压迫感。当他走近李伟时，突然他停了下来，抬起头，露出一个模糊的笑容。你是我，李伟。那一刻，李伟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，他的双腿瞬间不听使唤，跌坐在地。你是我，他喃喃自语，眼神空洞，逐渐陷入混乱之中。女子缓缓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李伟的脸颊，声音低沉而悠远。是的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们注定相遇，你已经是我故事的一部分。突然，李伟猛然醒悟，他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他看到了那场车祸的真相，他明白了，自己并没有逃脱，反而已经陷入了这场无法摆脱的命运中。李伟的脑袋一片空白，脑海中不断回荡着那个让他无法置信的话：你是我，我是你。他无法理解，无法接受眼前的白衣女子就是他自己。尽管那令人窒息的恐惧感如潮水般扑来，他却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彻底控制。女子的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模糊的微笑，眼神空洞，却又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情感。她的声音温柔而又冷冽：李伟，你是逃不掉的，你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，像我曾经成为你的一部分。李伟不禁颤抖，仿佛有一股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恐惧开始侵蚀他的理智。他的手紧握成拳，试图挣脱这股无形的束缚，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可是周围的雾气像一个无形的网，紧紧包围着他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摆脱。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女子低声说道，你每一次来到这里，都会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起点，每一次你都觉得自己能逃脱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一直都在原地打转。
李伟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向女子，想要从她的眼神中找出一丝破绽。然而，女子的眼睛依旧那样空洞，仿佛没有任何灵魂的光彩。李伟意识到，自己面对的可能并非只是一个普通的幽灵，甚至不单单是一个复仇的鬼魂。你是他的替代品。女子继续说道，声音依旧温柔，但话语却如同重锤敲打在李伟的心头。每一个像你这样的人，都会在这条路上迷失，成为他的替代品，直到他的冤屈得以弥补。李伟开始感到一阵阵的恶寒，试图去回忆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，是为了摄影吗？不，明明就是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牵引而来。每一步，他的内心就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抓住，无法挣脱。他想起了那张照片，照片上的自己站在这座小屋前，仿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，早已被锁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，无法再前进。你不该来。女子再次开口，声音变得愈发低沉。你从一开始就被注定要走进这个陷阱，成为我故事的一部分，而你，李伟，也将永远困在这条路上。李伟的眼前一片黑暗，恐惧逐渐侵蚀了他所有的理智。他努力睁开眼睛，但他感到自己被一股强烈的力量包围，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就在他意识到这一切或许根本没有出口时，女子的身影突然间慢慢模糊，仿佛被雾气吞噬。他缓缓后退，嘴角依旧挂着那种冰冷的微笑。你已经找到了真相，李伟，你已经走到了这里，但是记住，你永远都无法离开。李伟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，双腿失去了支撑，他摔倒在地，脑袋重重撞在冰冷的地板上，疼痛瞬间让他清醒了些许。但当他再度抬头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场景，那条漆黑的139县道，雾气依旧笼罩，仿佛时间从未流逝。这不可能！李伟的声音低沉且绝望，他想要站起来，然而全身的力量仿佛被抽空，再也无法动弹。四周的雾气渐渐散开，他望向远方，心头一阵寒意席卷而来。不远处站着的正是那个白衣女子，你永远逃不掉。他低声说道。随着话音落下，李伟再也无法睁开眼睛。李伟的双眼微微睁开，他的头依然沉重，仿佛有一股无法挣脱的力量将他压在地面。随着他的意识逐渐恢复，他缓缓抬起头，四周的景象再次出现在他眼前。那条熟悉的139县道依旧无尽的延伸，浓雾弥漫，仿佛时间已经停滞不前。他站在这片熟悉的景象中，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那种熟悉的恐惧感又重新涌上心头，就像是沉睡已久的噩梦再次吞噬了他的一切。他的身体依然没有任何控制力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枷锁束缚着，无法动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李伟喃喃自语，试图睁开眼睛，然而他的眼前却依旧是一片模糊的雾气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注视着他。他转过身，想要寻求出口，却突然发现不远处站着那个熟悉的身影，白衣女子。她依旧静静地伫立在雾气中，微微低头，面庞模糊，但那双深邃的眼睛依然牢牢锁定着李伟。他的嘴角泛起一丝空洞的微笑，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你终于明白了吗？女子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仿佛来自远方的呼唤。这条路和我早已不可分割。李伟的心跳加速，他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动他走向他。虽然他尝试挣脱，但自己的脚步却像被重重的枷锁锁住，无法动弹。尽管如此，他仍不愿放弃希望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？女子轻轻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。你是我，李伟，你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来这里。李伟的脑海如同被雷击中一般，完全震撼，他的眼神变得迷茫，心中泛起一股空前的恐惧。我怎么可能是你？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仿佛是为自己辩解，但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戳破自己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你不记得了吗？白衣女子低声问道，步伐缓慢而沉重，仿佛在向李伟靠近。你看过的照片，不就是你自己吗？你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，
已经被卷入了这场无法逃避的命运。你和我早已被命运捆绑。李伟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，他下意识地捂住脸，仿佛想要避免某个惊人的真相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之前看到的照片不可能是巧合，自己真的是那个人，曾经站在这条道路上的那个他，早已注定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。他喘着气，挣扎着想要逃离，却发现脚下的路变得愈发模糊，四周的雾气开始压迫着他，仿佛无穷无尽的困境将他包围。他的眼前只剩下白衣女子的身影，那种无可抗拒的压迫感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你已经回到原点，李伟。他的声音变得清冷而空洞。这一切从未离开过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我走过的路，我是你，你也是我，我们早已无法分割。李伟的脸上露出一丝绝望的表情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并没有走出迷局，所有的线索，所有的谜团，最终指向的真相是，他早已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。他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某个无法摆脱的轮回，是他无法逃离的宿命。随着这些话语的落下，李伟感觉到一股强烈的麻木感席卷全身，他的眼睛逐渐失去了焦距，身体开始失重，仿佛他正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拉向某个深渊，深深吞噬着他的一切。他终于明白，所有的恐惧和痛苦都是他必须面对的宿命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无论他如何逃避，这条139线道依然在将他拉回原点，循环往复，无法自拔。你永远无法逃脱。白衣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无法名状的悲凉。李伟闭上了眼睛，心中没有了挣扎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一切不过是无尽的轮回，他将永远困在这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上，无法再回到过去，无法再改变命运。